Hello， 大家好。文心兰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和颜色，有的还带有香味。现在不少人除了养蝴蝶兰之外，还养文心兰。文心兰也叫跳舞兰，它就像一个个小女孩穿着裙子在跳舞，非常可爱。文心兰通常开1到2次花之后就不会再开花了，但是它会长出新苗，新苗长大了又会开花，如此循环反复。老了的球茎既不会开花，也不会长苗，那有没有用呢？有的人在换盆的时候，直接就把老旧的球茎切下来扔了。我这一棵已经是好几代的苗了，如果不把它切下来，留着只是在盆内占着位置，既不开花也不长苗，所以呢，我就要把它切下来。那么从哪里切呢？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在新苗那个方向至少要留有3个球茎，那么在这个位置分开就对了。拉近一点，看得更清楚。就这样子把它分开，还是用剪刀吧。剪刀用之前一定要记得消毒哦。好了，分开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新的部分，这一部分呢，重新上盆就可以了。看，切口很小，用蜡烛滴几滴蜡就可以封上，很简单。另外的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因为伤口比较低，封上比较安全，不容易感染。老的球茎要发新苗，要保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行。我选用的质料是树蕨，用自动吸水的方式，因为用老的球茎来发苗时间需要比较长，所以呢，用自动吸水的方式会比较简单。弄好之后呢，写上日期，这是在去年的8月9号。这些老的球茎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干掉，5个月之后只剩下了2个球茎，才看到了一个小苗芽在这个位置。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绿点，也就是说有2个苗芽长出。需要那么长的时间，如果没有耐心的话，肯定是不能完成的。而且呢，用这种自动吸水的方式，才不会忘记给它浇水。因为太久没有变化的话，有时候真的会把它遗忘了。再过了2个月，也就是7个月之后，它长成了这个样子，小苗很健康。于是我就把它拿出来，跟原来的好的那部分合并来种植，这样子可以比较省地方，而且苗多了，开起花来也会更好看。看这2棵苗的状况不错，我就用了同样的自动吸水的方式来养殖。到了今天，也就是经历了13个月的时间，那2个老的球茎看上去已经完全干瘪，没有用了。但是他已经把他所有的营养给了他的后代。看这个苗，虽然长得不错，但是呢，这2个球茎呢，先不要把它去除。这边这个呢，已经长成了有一个小球茎，而且在这个位置又出了一个新的苗芽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，很小的一个苗。文心兰就是有这个玩法。旧的老的球茎如果不切除的话，它只能等死，切下来繁殖就有重生的机会。喜欢的话，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哦。
文心兰用这种自动吸水的方式，我发现也不错，因为文心兰的根比较细，它喜欢比较湿润的环境，只要外套盆保持有水分，就能达到这个目的。这一盆呢，也是用老的球茎来繁育出一棵新苗，它不是用自动吸水的方式也可以，只是照管起来比较麻烦一点。刚才的分享大家都看到了，并不是每一个老旧的球茎都能发出新苗，太老的球茎它会自动的萎缩，而且发苗的时间也不短。看完了我这个视频，你还会不会用老旧的文心兰球茎来繁育幼苗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谢谢收看。